上个月我线上征集了22个学生的舞蹈视频，分析他们跳舞的问题，全程我都有点焦虑，是不协调、僵硬、发力不对，感觉哪儿都有点小问题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直到我把每个人的问题做了归类，推开所有的干扰，才发现卡住大家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，而这个地方藏着3层问题，从新手到有一定基础的都能对号入座。如果你感觉自己跳舞不好看，答案很可能在这里。今天我就带你们一个个解决。首先，让我们从新手级别开始。大家看看这个视频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你觉得问题在哪儿？是不是看起来有点不协调，动作受限制？就拿这个动作来说，是不是做成这样就会好看很多？再看看这个动作，我的版本是不是清晰一些？让我也来纠正一下这个动作。很多动作之所以好看，是因为躯干会表达，没了它，跳舞就像做操，只剩手脚在动。但躯干灵活度的缺乏太普遍了，在我分析的22个学生中，14人有这个问题。大家做一堆动作，但胸和胯该走的路线要么模糊不清，要么做得不顺，这就是第一层问题，每个新手几乎都会遇到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解决？最重要的是打开你的肩胸软开度，它们要有开有合，你的身体才能动起来，这是舞动的第一步。如果没有这一步，后面的就都做不了。打开之后，接下来你可以用我的4个路线图来同时训练自己的胸和胯，前后、左右、画圈、S 路线。当你能把路线清晰顺滑的做出来时，哪怕先慢一点，整个动作的质感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。OK， 那是不是有灵活的身体就够了？当我在看这个学生的舞蹈时，我困住了。你看他的身体其实还挺灵活的，但动作看起来还是差那么一点。为什么？这个视频我看了不下20次，一直在想，直到我觉得问题可能在这儿。身体能做路线是一回事儿，但这条路线经过空间的哪些位置、哪些角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看到区别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他跳起来总感觉差一点。又比如这个动作，它缺了动作的下弧度和最后的停留角度。虽然路线是做出来了，但空间和角度没对，看起来依旧差那么一点儿。而且动作的落脚点尤其重要，因为它通常会停留一下，给人的印象最深刻，这一刻就一定要摆好看。跳舞真的就是这样，差一点就差很多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2个步骤。首先，请对照老师的示范，搞清楚每一个动作你的胸、胯、头、手、脚都停在什么位置。我们要提高自己动作的造型感。具体的方法，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有分享。但光模仿老师还不够，每个人的身材比例不一样，就像腿长的人这样一摆就很好看，小个子的我就要使劲的往外拉长。所以第2步是找到你自己身体最好看的线条。拿爵士舞来说，找到曲线感就非常重要。你看，把平板的后背变成下弧线，把侧腰的 S 曲线拉出来，找找上身不同的角度，臀部再往上一拎，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多多观察自己的身体，你在哪个角度线条最明显，那往往就是可以让你发光的地方。如果你刚开始接触舞蹈，对自己的身体比较陌生，可以来我的互动式学舞方案，让我帮你雕塑每一个动作。那是不是把这2层搞定就够了？在这些视频里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不光新手有，连有基础的学生都没能逃过，可见它难度不一般。如果你是新手，先解决前2个问题，但下面这个很有必要知道，因为你一旦有了认知，后面训练时就会注意，就能少走很多弯路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的舞蹈视频，他确实跳得已经很不错了，但如果还想再上一个台阶，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依旧在躯干。你看他的这个动作，是不是有一点点身体跟手分家的感觉？这样做是不是就好一些？所以这是躯干的什么问题？问题在出口。什么意思？想把舞跳好，能量得在身体里流动，这股能量多数时候从核心和重心转移出发，散发到四肢，有时候也会从手脚先动，再联动回身体。但不管是从哪儿发起，这条能量线必须是通的。可是如果躯干到四肢的通道堵塞了，能量走到肩膀和胯根就断了，那也就传不到手脚上了。如果能量是通的，胸的动作出来之后会一直传到肩膀，然后到手臂，再到手指尖。下半身从核心到胯根到膝盖再到脚趾尖一气呵成。所以这种情况能帮我们改善的不是更多的练习，而是首先转移我们的注意力。
请抛开手脚的动作，先好好的感受一下自己的能量来源，也就是我们的核心。请用这组动作来体会能量流通的感觉。动作的发力从肚脐眼上下的延伸开来，先找到这条传导线，再加入手臂动作，体验核心的能量是如何推到胸，到胳肢窝，再到胳膊肘，然后又被核心收回来，而不是手和身体分开来做到。所以以后学任何动作，不管手脚有多花哨，都要先搞清楚躯干在干什么，这个动作的能量从哪儿来，手脚是先发力的，还是被连带过去的？你看，原来躯干才是大家学舞最容易卡住的地方，它是几乎所有动作的发源地，却常常被忽略。今天我们从第一层让他学会路线清晰的动，到第二层熬出好看的线条，到第三层让他的能量能传出去。希望这给了大家一条明确的练舞阶梯线。但今天我讲的所有方法，如果你不先打开自己身体的4个开关，练起来就会很吃力。点击这个视频，在这个新手专属的课堂里，我手把手带你激活身体，让它真正开始听话。